很多人不是被生活压垮的，是被还没发生的事情提前杀死的。一个消息还没确认，你已经失眠；一句话还没解释，你已经开始崩溃；甚至什么都没发生，你却已经把最坏的结果演完了一遍。老板只是说了一句明天来办公室找我，你整晚都在想是不是要被辞退；体检报告还没出来，你已经把最坏的结果想了10遍；孩子挽回一条消息，你已经开始胡思乱想。事情还没发生，痛苦已经提前到达。凌晨2点，你因为未来失眠，因为一句话胡思乱想，因为一次体检彻夜难眠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，为什么人会活成自己思想的囚徒。心经2000多年前其实就在解决这个问题。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在解决问题，其实是在被念头解决。一个念头来了，你追着它跑；第二个念头来了，你又追着它跑。想到未来会焦虑，想到过去会后悔，想到别人会比较，想到自己会怀疑。一天什么都没发生，却已经把自己折腾得精疲力尽。我给你讲个故事。古代有一个囚犯，被关在漆黑的牢房里。一天，有个人想要测试念头对人的影响，于是对他说，明天这个时候，我会让你喝下一碗剧毒的药水，毒药发作的时候，你的全身会像被火烧一样痛苦，最后窒息而死。到了第2天，那个人真的拿来了一碗黑乎乎的药水，逼着囚犯喝了下去。喝完之后没过多久，这个囚犯突然开始拼命惨叫，在地上疯狂打滚，大喊着自己全身发烫，无法呼吸。不到半个时辰，他竟然真的在极度痛苦中停止了心跳。可实验结束后，台下才公布了真相，那碗药水其实只是最普通的染了颜色的白开水，里面根本没有一丝毒药。这个囚犯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他不是被毒药毒死的，他是被自己脑海里那个我喝了毒药，我要全身着火，我要窒息了的念头活活吓死的。事情明明没有发生，但他大脑里的想象已经提前把最惨烈的结局演了一遍。最后，这个虚构出来的幻觉甚至直接接管了身体，亲手掐断了自己的生命。心经开篇只有3个字，观自在。但这3个字不是让你去庙里修行，而是在给你递一把解剖情绪的手术刀。他在问一个最现实的职场问题，当你深夜因为一句话崩溃时，你能不能像一个旁观者一样，冷冷地看着你脑子里的内耗念头？这就叫心经说的五蕴皆空。听起来很玄，其实用现代化翻译只有一句话，你今天所有的崩溃，到了明天连你自己都觉得好笑。情绪在变，你在追，这就是在给幻觉当奴隶。当你开始看清自己在瞎想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从生活里抽离出来了。真正压垮你的，从来不是老板，不是房贷，而是你脑子里那个正在扮演受害者的自己。如果说观自在是让你看清念头的陷阱，那心经接下来的下一句才真正刺中了现代人停不下来的软肋。就算你开始学着观察自己，很多人依然会发现一个残酷的现实，焦虑根本停不下来。你明明知道担心没有用，却还是忍不住担心；你明明知道比较没有意义，却还是忍不住比较；你明明知道很多事情无法控制，却还是每天活得提心吊胆。凌晨2点，你不是在面对现实，而是在和100种如果打仗。心理学里有个现象，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焦虑状态，大脑会自动放大风险，缩小机会。原本只有10%的可能性，在脑海里会被演绎成100%的灾难。于是你越来越不敢尝试，越来越害怕失败，越来越需要掌控一切。可人生偏偏是一场无法掌控的旅程，你越想抓住，越容易失去；越想确定，越容易不安。有一个画面比任何解释都扎心。南怀瑾先生讲过一个老和尚攒了一辈子金银，临死前抱着匣子痛哭。徒弟问他，您一生修行，不是早该看破了吗？为什么临死还要守着这个带不走的死物？老和尚沉默很久，只说了一句，不是看不破，是不敢看破。你发现没有？很多人不是看不透，而是不敢看透。
不是放不下，而是不敢放下。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，让我们误以为抓住那些正在变化的东西，就能得到安全感。其实，你的焦虑根本不是因为你赚得不够，过得不好，而是你一直在抓不住的东西。你的情绪、你的想法，甚至你的钱包，就像天气一样，随时会刮风，随时会下雨。真正清醒的职场人，从来不是没有负面情绪，而是知道情绪只是经过。当你敢于承认我控制不了一切的那一刻，焦虑就会瞬间失去一半的力量。可即便如此，很多人还是过得不快乐，因为还有一个更隐蔽的陷阱一直在偷走你的幸福，那就是你总觉得以后会更好。等我有钱了再享受生活，等我买房了再安心，等我升职了再快乐，等孩子长大了再轻松。于是人生变成了一场永远推迟的计划。今天为了明天活着，明天为了后天活着，一直活到最后，却从来没有真正活过今天。有个很扎心的现象，很多人小时候盼长大，长大以后怀念小时候，上班时盼退休，退休以后怀念上班时的日子，拥有的时候不珍惜，失去以后才后悔。有人为了买房拼命加班，疯狂内卷，等终于攒够首付买到了大房子，却发现自己每天加班到深夜，连回那个家睡一觉的时间都没有。有人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物质生活，在外面拼命赚钱，等终于赚到了钱，孩子也长大了，一回头却发现自己和孩子之间已经无话可说，错过了他整个人生最需要陪伴的童年。这就是大脑给现代人编织的巨大谎言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这句流传最广的话，不是在让你四大皆空，而是在提醒你，你拼命想抓住的房子、车子、关系，在时间的尺度里，从来没有一刻是真正稳定不变的。你以为你抓住了安全感，其实你只是抓住了变化里的一瞬间。紧接着，心经给出了破解的方法，叫做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。真正有杀伤力的，其实是最后一个字，时。这个时指的就是此时此刻现在。过去已经死掉，未来还没发生，你唯一能支配的子弹只有眼前这1分钟。下班刷手机，你就痛快地刷；白天工作，你就专注地干。因为人生的质量不是由年终奖组成的，而是由一个又一个此刻拼凑起来的。如果你连今天这24小时都过得像个囚徒，那不管你换到多大的房子里，你依然还是个焦虑的囚徒。很多人这一生根本不是输给现实，而是输给了别人。准确地说，是输给了别人过得比自己好。有个上班族，每天最焦虑的时刻，不是在上班，而是在下班刷朋友圈的时候。别人买房，你开始着急；别人升职，你开始焦虑；别人晒幸福，你开始怀疑人生。明明你的生活没变，可看到别人以后，你突然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。打开手机，你会发现所有人都在赢，只有你在生活。你越用力攥紧这些外在的东西，它们流失得越快。这正是因为我们心中布满了主观偏见和标签。什么叫颠倒梦想？就是你的现实生活明明挺好，可当你刷完朋友圈，你脑子里的嫉妒和攀比立刻接管了智商，把一时的心理失落翻译成了你一辈子的失败。我给你讲个庄子里极其残酷却清醒的故事。庄子说，有一个射箭高手去参加比赛，当他用不值钱的瓦片当赌注时，他心态轻松，出手如风，渐渐正中红心。他的技术发挥到了极致，这就叫以瓦铸折巧。接着赌注加码了，换成了昂贵的带钩。他的手开始有些微微出汗，动作变得有些拘束，这就叫以钩铸折弹。最后赌注变成了价值连城的黄金。这一刻，这位绝顶高手的呼吸彻底乱了。他看着远处的靶心，眼里全是对输赢的恐惧，手抖得连弓都拉不满，结果一败涂地。庄子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以黄金铸折婚。你看，靶心的距离没有变，风向没有变，他的射箭技术也没有变，唯一的改变
使他心里多了一块黄金的执念。当他眼里全是黄金的时候，远处的靶心在他眼里已经不是一个目标，而变成了一场输不起的深渊。这就是《心经》里说的4个字：颠倒梦想。你以为你看到了客观的困难，其实你看到的只是你内心对得失的恐惧。你把一场暂时的输赢投射成了命运的全部真相。领导开会时无意间皱了一下眉头，你心里立刻压上了黄金的赌注，翻译成：我是不是要被开除了？我的房贷怎么办？朋友没有及时回复你的微信，你的思维马上开始过度加工，翻译成：他是不是在看不起我？一次普通的面试失败，或者一个项目的搞砸，你坐在深夜的房间里，绝望地给他写下结论：我这辈子彻底完了。世界其实只是一面中立的靶子，他什么都没说。真正伤害你的，从来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你给事情写下的结论。真正改变人生的，也从来不是环境突然变好了，而是你突然放下了心里的那块黄金，摘下了那个让你颠倒梦想的滤镜。为了让我们彻底打碎这些主观编织的枷锁，心经接下来提出了一个更为高阶也更为彻底的宇宙运行逻辑。他说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其中不垢不净4个字将直接扯下那些折磨我们的所有世俗标签的伪装。再往深处看，你会发现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实：这个世界上大部分让你崩溃的事情本身其实没有标签，这就是诸法空相，不垢不净。肮脏与干净，灾难与转机，本身并没有绝对的标准。一次失业是灾难还是转机？一次分手是结束还是开始？其实很多事都是这样。世界本身没有标准，所谓的垢与净是你给世界贴上的标签。你把它定义成灾难，它就会变成灾难；你把它定义成成长，它就会变成成长。很多人花一辈子想改变命运，却不知道人生的灾难从来都是标签先发生，现实后发生。你还没被辞退，你先给自己贴上了完蛋的标签。而心经告诉你，拿掉这个主观的标签，现实世界里其实什么毁灭都没发生。可当你刚刚走出了这个牢笼，你又不得不面对另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为什么明明知道很多东西留不住，人还是会害怕失去？怕父母变老，怕爱情离开。接下来的这一段才是全篇最硬的核。很多人活得累，不是因为拥有的太少，而是因为害怕失去的太多。人越长大，胆子反而越小。小时候摔倒了，爬起来就跑，长大以后却开始害怕失业，害怕生病，害怕感情出问题，害怕父母突然老去。手机响一下，怕是领导的消息，体检报告出来之前连续几天睡不着觉。我们好像一直在拼命守护着什么，可越守护就越焦虑。因为在我们的底层逻辑里，一直有一个根深蒂固恐惧，我们总以为一旦失去了，就是毁灭，就是彻底的结束。面对这种对失去的终极恐惧，2000多年前的庄子给全人类做了一次最惊世骇俗的示范。庄子的妻子去世了，他的好朋友惠子听到消息，赶紧跑去吊唁。惠子本以为会看到一个悲痛欲绝、老泪纵横的庄子，可一进门，眼前的景象让他目瞪口呆。庄子正叉开双腿，像个顽童一样坐在地上，一边敲着瓦盆，一边合着节拍大声唱歌。惠子愤怒地质问他：你和妻子相濡以沫一辈子，她现在死了，你不哭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敲着盆唱歌，这算什么丈夫？这不叫薄情寡义吗？庄子放下手里的木棍，平静地对惠子说：他刚走的时候，我怎么可能不难过？但后来我想通了。你看，在他出生之前，他原本是没有生命，没有形体，甚至连气都没有的。在一片虚无之中，突然有一阵风吹过，变出了他的气，气又变出了形体，形体又变出了生命。他来到这个世界活了一场，而现在他不过是生命过完了，重新回到了那个最初的虚无当中去。这不就像春夏秋冬4季的交替运行一样自然吗？
如今他已经安睡在天地这个巨大的房间里，而我却还要坐在旁边哇哇大哭，那不是太不懂得生命的真相了吗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骨盆儿歌。真正的高人不是冷血，也不是不会痛，而是他看穿了无常的本质。这就是《心经》里照亮无数人长夜的那4个字：不生不灭。庄子的骨盆儿歌把这4个字解释得淋漓尽致。很多人最害怕的变化，其实只是一个阶段的还债和换场。工作没了，你觉得人生完了；感情散了，你觉得再也遇不到了。可你回头看看自己的人生，哪一次脱胎换骨的成长，不是从一次痛苦的失去开始的？当年那个让你彻夜难眠，以为离不开的人，如今早已成为微信里再不联系的头像。当年那份以为要干一辈子的工作，如今可能连公司名字都很少提起。树叶落下，不是生命终结，而是在为来年的新芽腾出位置。结束的永远不是人生，只是人生里的某一个阶段。世界其实只是一场巨大的借用。你的身体、你的财富、你的爱人、你的身份，都是天地在这一刻借给你用的。既然是借的，迟早就要还回去。当你明白一切只是借用，你就会看淡所有的失去。心经里还有一句话叫不垢不净。这个世界最厉害的骗子，不是别人，而是我们的记忆。你问问自己，5年前让你觉得天塌下来的那件事，你现在还记得吗？是不是连细节都模糊了？他会不断挑选那些让你难堪的片段，一遍遍重复播放，让你以为那就是你的人生。可问题是，一个人的价值真的会因为一次失败而被定义吗？农民不会因为泥土脏就讨厌土地，因为他知道庄稼就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。最肥沃的土地往往来自腐烂，最坚硬的树木往往经历过风暴，最成熟的人往往都受过伤。成长从来不是把伤疤擦掉，而是学会带着伤疤继续往前走。记住一句话，你经历过的每一次狼狈，都在偷偷塑造未来的你。可人还有一个毛病，刚刚放下过去，又开始焦虑未来。明明已经拥有很多，却还是觉得不够。心经说不增不减，而我们现在的社会却每天都在逼你疯狂做加法。加班、考证、买课、攒钱、内卷，一刻都不敢停。月薪3000的时候，你觉得月薪1万就能快乐；等拿到1万的时候，你觉得年薪50万才能安心；等真正拿到了50万，你又开始羡慕那些年薪100万、财富自由的人。目标一个接一个，欲望一个接一个，终点永远在往前跑。如果你的幸福永远建立在再多一点点，那它就永远不会到来。有些人明明条件很好，却天天焦虑；有些人物质普通，却活得很舒展。差别不在于拥有多少，而在于内心是否一直在打分。真正的幸福，不是得到全世界，而是停止和全世界比赛。你不是因为优秀才值得被爱，你本来就值得被爱。你不是因为成功才有价值，你本来就有价值。当你不再拼命证明自己时，你反而开始真正成为自己。记住一句话，你缺的从来不是更多，而是停止觉得自己不够。当看懂了不生不灭，你会没那么害怕失去；看懂了不垢不净，你会没那么纠结过去；看懂了不增不减，你会没那么渴望证明自己。但即使懂了这些道理，为什么你一打开手机依然会被别人的节奏带跑？为什么你越想控制情绪反而越崩溃？下面这个王阳明的故事才是帮我们斩断精神内耗的终极武器。人这一生最累的时候，不是吃苦的时候，而是什么都想抓住的时候。你想控制收入，控制健康，控制婚姻，控制孩子，控制未来，甚至控制别人对你的看法。可奇怪的是，你越想控制一切，越会感觉一切都在失控。许多人的痛苦，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，而是因为总想确保什么都不要发生。可这个世界最残酷的是，没有任何人能真正控制人生。我给你讲个故事。大明王朝有一位圣人，
叫王阳明。他因为得罪了权臣，被贬到了贵州龙场。那在当时是一个极度荒凉、毒虫瘴气肆虐的蛮荒之地。环境恶劣也就算了，更绝望的是，朝廷的杀手一路上还在暗杀他，身边随行的仆人也因为水土不服，一个接一个的病倒，甚至绝望死去。面对这种完全失控，随时会丢掉性命的绝境，换成普通人，脑子早就在无数个失眠的夜里提前崩溃了100遍。可王阳明是怎么做的？他没有试图去控制外界的环境，也没有去哀怨朝廷的不公。他甚至做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，他给自己打造了一口石棺。他每天躺在石棺里，彻底屏蔽掉外面随时会死的恐惧，屏蔽掉朝廷的迫害、外界的评价，把所有向外抓取、想要控制生死的念头全部切断。就在那个漆黑的石洞里，在完全失控的绝境中，他突然大彻大悟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。他明白了一件事，真正厉害的人不是控制了外界，而是屏蔽了外界，把注意力收回到了自己这里。这就是《心经》接着说的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。这就是王阳明躺在石棺里悟出来的顶级智慧。翻译成今天的话，就叫4个字：强屏蔽力。不要把你眼睛看到的、耳朵听到的所有外界垃圾信息都当成真相，然后试图去控制它。打开手机，有人年纪轻轻财富自由；打开朋友圈，有人旅游度假岁月静好；打开新闻，全是各种危机和焦虑。你的情绪每天都在被别人遥控。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在获取信息，其实是在被信息消耗。别人晒的是人生高光，你却拿来对比自己全部的人生。别人随口一句评价，你能琢磨3天3夜。慢慢的，你活得越来越不像自己，而像一个不断接收外界指令的机器人。真正厉害的人，不是知道的更多，而是能够屏蔽更多。因为人生最宝贵的能力，从来不是接收，而是过滤。学会把那些制造焦虑的声音关掉，把那些无关紧要的评价放下，把那些不属于你的期待还给别人。当外面的世界终于安静下来，你才会第一次听见自己内心真正想要什么。记住一句话，不是信息太少让人迷茫，而是信息太多让人失去了自己。那些最想控制人生的人，往往活得最焦虑。最想控制孩子的人，最后往往和孩子关系最差。最想控制感情的人，最后最容易彻底失去感情。最想控制未来的人，最后反而最害怕未来。因为你必须承认，控制的本质从来不是力量，而是因为你深入骨髓的恐惧。心经里又说，无苦即灭道。很多人的内耗其实来自一个误区，总觉得自己必须立刻变得更好，于是不断给自己制定计划，不断要求自己进步，不断要求自己完美。可问题是，一个人如果连休息都带着负罪感，连放松都觉得浪费时间，那他根本不是在成长，而是在折磨自己。停止和情绪打架，停止和过去打架，停止和自己打架。允许自己偶尔脆弱，允许自己偶尔失败，允许自己偶尔什么都不想做。人不是系统，不需要一直在线。你不是项目，你是人。记住一句话，很多烦恼不是解决掉的，而是允许它存在以后自己消失的。可听到这里，很多人会害怕。如果什么都不控制，什么都不追求，那我努力还有意义吗？难道以后就这样躺平了吗？心经说，无志亦无德，以无所得故。这句话不是让你在职场上摆烂躺平，而是让你把人生从一场必须考满分的通关考试，变成一场只管体验的游戏。这个时代几乎所有人都活在一块巨大的积分牌下面，收入多少，职位多高，房子多大，粉丝多少，存款多少。我们从小就被训练成竞争者，好像人生只有赢和输2种结果。可问题是，当你真的把人生当成比赛的时候，你永远不会快乐。因为总有人比你赚得更多，总有人比你年轻，总有人比你优秀。
如果快乐建立在赢过别人身上，那么焦虑就会成为你一辈子的宿命。于是人生最讽刺、最残酷的一幕发生了，有的人拼命赚钱，等终于赚到钱的时候，身体彻底垮了；有的人拼命工作，等终于升到高位的时候，一回头，孩子已经长大了，和自己形同陌路；有的人一辈子都在拼命证明自己，等终于被所有人认可，拿到了所有的世俗标签时，才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你得到了一切，却把自己弄丢了。事实上，当你得到一个目标的时候，新的目标已经在路上等你了。人生最可怕的不是得不到，而是永远停不下来。你以为自己在追求幸福，其实是在追求一个永远追不上的终点。真正成熟的人开始慢慢明白一件事，就像你小时候拼命想得到的玩具，现在给你，你还玩吗？不是玩具变了，是你过了那个阶段。人生很多事都是这样，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打败谁，而是为了体验这一趟旅程。赚到钱是一种体验，失去也是一种体验，成功是一种体验，失败也是一种体验，相遇是一种体验，离别同样是一种体验。当你不再执着于一定要得到什么的时候，你反而拥有了整个世界。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真正束缚你，也没有什么结果能真正定义你。记住一句话，真正的自由不是你得到了什么，而是你不再非要得到什么。看到这里，心经真正的核心已经快要浮出水面了。焦虑、比较、恐惧、控制欲、得失心，我们一路拆解到现在，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根源。接下来也是整部心经最有力量的部分，它会告诉你一个人到底怎样才能活得轻松、清醒、自在，哪怕身处风雨之中，也依然能够心安。心经最后给出的答案其实只有4个字：心无挂碍。但什么叫心无挂碍？我给你讲一个禅宗最有名的故事。他的弟子慧可去见达摩祖师，痛苦地对他说：弟子心里很乱，每天充满恐惧和焦虑，请师父替我安心。达摩看着他，淡淡地说了句：把你的心拿来，我替你安。那人当场愣住了，思索了很久，最后低下头说：我找不到自己的心，它没有实体。达摩笑着说：既然找不到，那我早已经替你安好了。这并不是一个脑筋急转弯，而是最顶级的清醒。很多让你痛苦到失眠的东西，其实根本不存在于现实，它只存在于你的猜测里，存在于你脑海中不断循环的解释里。于是你拼命想去解决它，打败它，可它本来就没有实体，你怎么可能打得赢一个幻觉？你最害怕的从来不是发生的事情本身，而是你脑子在深夜里提前替你编出来的那100种悲惨的结局。你怕没钱，怕生病，怕关系破裂，但你仔细抓一下你的心，这些恐惧几乎全都悬空挂在还没发生的未来里。你怕的从来不是现实，你怕的是你脑海里对现实的灾难化翻译。而当你真的能做到不再提前给情绪开支，你会发现一种很奇怪的变化，事情没有变少，压力没有消失，但你心里突然有了深呼吸的空间。这个空间就叫心无挂碍，无有恐怖。但问题来了，就算我不那么怕了，我还是会痛啊。失恋的时候会痛，失业的时候会痛，被误解的时候会痛，甚至人生的某些瞬间就是会狠狠砸在身上。这时候很多人误以为佛经是在叫我们当一个没有痛觉的木头人，但真正的意思完全相反。痛本身不会消失，变化的是你和痛之间的关系。就像有人被毒箭射中，第一反应不是研究人生意义，也不是质问命运公平不公平，而是拔剑止血，迅速处理伤口。如果一个人躺在地上一直哭喊为什么是我，那他就没有机会处理伤口，而痛苦会在情绪里不断放大。所谓度一切苦厄，不是让你没有苦，而是让你不被苦拖走。有位企业家破产以后，每天都在问为什么是我。后来他终于明白，继续审判过去，债务不会少一分。从那天开始，
他不再问为什么，而是开始解决问题。这一瞬间，你就从崩溃状态切换到了行动状态。当你不再把痛解释成我完了，而是解释成我正在经历一个阶段，痛就不再是压垮你的东西，而变成一个会过去的信号。它提醒你调整，提醒你修复，提醒你重新选择方向。所以你不是不痛，而是痛不会再定义你的人生结论。而走到这里，你会发现一个更深的变化，就是你开始不再执着于彻底消灭痛苦这件事，因为你终于明白，人生根本没有无痛模式，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在痛的时候依然往前走。所以当你下一次被现实击中的时候，你可以试着只做一件事，不评价，不扩大，不上升意义，只在心里说一句我现在正在经历它，然后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，这就是度的真正含义。而当这一切都讲完之后，你会发现心经2000多年前流传至今，从头到尾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：人生最大的牢笼从来不是贫穷，不是失败，不是衰老，也不是失去，而是你的心一直被困在过去和未来之间。过去已经结束，你却不肯放过自己；未来还没到来，你却提前透支恐惧。于是你错过了唯一真实存在的东西——当下。你以为压垮你的是现实，其实很多时候压垮你的是你对现实的想象。心经最后说：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。2000多年过去，人类烦恼的内容变了，但烦恼的结构从来没变。我们依旧会焦虑，会比较，会害怕失去，会拼命证明自己。但如果今天的视频能让你停下来看看自己的念头，那么心经的智慧就已经开始在你的生命里发生作用了。不是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害怕，而是即使害怕，你依然能往前走；即使失去，你依然能重新开始；即使风雨来了，你依然知道自己该站在哪里。这才是真正的自由。所有的清醒都不会发生在思考里，只会发生在行动之后。很多答案不是在你想清楚之后出现的，而是在你开始行动之后才出现的。你会突然明白，一直困住你的从来不是世界太难，而是你站在原地想的太多。你不需要想清楚才开始，你开始了才会慢慢想清楚。心经只有260个字，却困扰了无数人2000多年。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有所触动，下一期我会继续带你读懂《金刚经》。很多人读了一辈子佛经，却没看懂人生；很多人看懂了人生，才发现佛经讲的原来一直是自己。